茶歇中文第71集：泰坦号潜水器的事故。大家好，欢迎回到茶歇中文。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你最近看新闻了吗？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人的关注。我相信在你的国家，新闻里也报道了这件事情。这就是泰坦号潜水器的事故。潜水器就是 submersible， 这个潜水器的名字叫做 Titan， 泰坦。前不久，泰坦号潜水器带着5个人出发，前往海底，但是发生了事故。在今天的茶歇中文播客里，我们会用6个问题来明白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你准备好了吗？第一个问题，这个潜水器要去做什么？泰坦号的计划是参观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泰坦尼克号就是 Titanic， 残骸就是一艘船或者一架飞机发生事故后剩下的部分，英文里是 wreckage 或者 debris。泰坦、泰坦尼克这2个名字很相似，不是吗？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号100多年前，在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出发去美国。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在大海中，泰坦尼克号撞到了冰山，让海水进入了船体，船的身体。Is there anyone there? Yes, what do you see? Iceberg, right ahead! Thank you. 2个半小时后，泰坦尼克号沉入了大海。2000多个乘客里，只有700多个人活了下来。这就是泰坦尼克号的事故。1985年，人们在海底找到了泰坦尼克号，它在水下3800米的地方。后来，很多人想要看这艘沉船的残骸，包括电影导演 James Cameron。1995年，他12次坐潜水器 submersible 去看泰坦尼克号，然后拍了电影《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让越来越多的人对这艘船感兴趣。Put your backs into it! Got everything I need right here with me. I figure life's a gift, and I don't intend on wasting it. 2023年6月18日，也就是前不久，泰坦号潜水器就是要去看泰坦尼克号的残骸。第2个问题，潜水器上有谁？有5个人。英国人 Stockton Rush， 他是 OceanGate 公司的 CEO。巴基斯坦人 Shahada Dawood， 他是一个商人。他的儿子
Suleiman Dawood 也跟他在一起。英国人 Hamish Harden 他是一个商人和飞行员。法国人 Paul Henry Nargeolet 他是泰坦尼克号的专家，已经35次去过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第三个问题，什么公司制造了泰坦号潜水器？答案 OceanGate 公司。这个公司在中文里的翻译是海洋之门。刚才我们提到了 Stockton Rush 这个人，就是他在2009年开了这个公司。OceanGate 公司制造了2个潜水器，一个叫 Cyclops 1，还有一个叫泰坦。从2021年起，只要你付25万美元，你就可以坐潜水器去看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潜水器呢？如果你在新闻里看了照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很小，长度只有 2.4 米，高度只有 1.5 米。在潜水器里，人是不能站起来的，只能坐着。很有意思的是，人们用一个游戏的控制器，一个 game controller 来开动潜水器。We've taken a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to the sub design, and it's all run with this game controller and these touch screens. OceanGate 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介绍了旅行的安排。OceanGate 公司会先带你从加拿大的 St. John's 坐船出发，开始8天的旅行。在第3天，你应该就能坐上潜水器了。从水面到达泰坦尼克号需要大约2小时。到达泰坦尼克号后，你会花3个小时参观残骸。回到水面又需要2个小时。你一共会在潜水器上度过8个小时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你会在海面上度过，可以欣赏海上的风景。最后你会回到加拿大。第4个问题，事故发生的经过。2023年的6月23日是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半，泰坦号出发，进入大海。之后，泰坦号每15分钟会给海面上的团队发送信号 signal， 但是1小时45分钟后，海面上的团队和潜水器失去了联系。本来泰坦号应该在下午4点半回到海面，但是人们没有看见它的影子。潜水器里的空气可以让5个人生存96个小时。接下来的96个小时里，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用不同的办法试图找到泰坦号。人们用了飞机、船，还有潜水艇 submarines。美国海岸警卫队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每天向大家宣布寻找潜水器的进展。As I've continued to stress throughout, this case has been extremely complex. 刚开始，人们说在海底监测到了敲击的声音，并认为这是船上的5个人在敲击潜水器。因为海底是没有光的，所以人们只能用声音来寻找潜水器。我们可以想象这非常困难。最后，在6月22日星期四的早上，泰坦号的残骸被找到了。现在人们可以确定潜水器是自己爆炸的，是自己 explode 的。船上的5个人在星期天已经去世了。而这几天，国际也高度关注失踪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终于找到了，只不过已经是残骸。第5个问题，事故为什么会发生？在事故发生之后，电影导演 James Cameron 出来说话了。他自己很多次参观过泰坦尼克号，所以对潜水器非常熟悉。他说他在星期天已经猜到潜水器是自己爆炸的。为什么呢？因为制造泰坦号的材料不好。泰坦号是用 carbon fiber 这种材料制造的。这个材料虽然很硬也很轻，但是不能接受很大的压力 pressure， 而我们知道在海底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OceanGate 的潜水器没有被其他的机构检查过，它的质量很不好。况且泰坦号之前已经10次下过水，质量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好了。这个 carbon fiber 是从哪里来的？ OceanGate 公司说，这是从飞机公司 Boeing 那里用便宜的价格买来的。不过 Boeing 公司说，他从来没有给 OceanGate 卖过任何东西。第6个问题，人们的反应是怎样的？事故发生之后， OceanGate 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这个事故的遗憾。OceanGate 也说，泰坦号的5个乘客是 True Explorers， 是真正的探险家。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谈论这个事故。人们研究 OceanGate， 并且发现这不是一个很负责的公司。他们的潜水器没有接受任何检查，用很糟糕的材料，还是用一个 Xbox 一样的游戏控制器来开动的。人们也找到了 Stockton Rush 在2022年接受的一个采访。在采访里， Rush 告诉 CBS 说，安全就是浪费。如果你想要安全的话，就不要起床，就不要开车，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At some point, safety just is pure waste. I mean, if you just want to be safe, don't get out of bed, don't get in your car, don't do anything. Yeah.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take some risk, and it really is a risk-reward question. I said, I think I can do this just as safely by breaking the rules. 从这样的话语里，我们也能看出他对于安全的不重视。
就在今天，我读到了一些报道，说泰坦号的电力系统是几个高中的实习生设计的，因此很多人批评 OceanGate 公司。同时，人们也问这样的问题：这5个乘客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去海底看一艘船的残骸？有钱的人愿意用钱做冒险的事情，然后发生了事故。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事情表示同情吗？这些都是人们讨论的问题。听了今天的节目，你对泰坦号事故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呢？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请你在 YouTube 上找到这一集的视频，然后在下面评论。这一集的内容不简单，我们用了很多很难的单词。如果你有什么地方没有明白的话，可以去网站上找到这一集播客的原文。那么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茶歇中文播客，我是 Nathan， 我们下次再见。This is a Tea Time Chinese production. We want to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prehensible for everyone. If you find our podcast useful, please give us a 5-star rating on Spotify or Apple Podcast. Find out more at teatimechinese.com.